而且创世神火的这个信息也并非是无人知晓，特别这一次前来神藏中的那些造化大能者，更是对创世神火充满着势在必得的决心。但是这等创世神火的信息对于萧炎、沐尘他们来说几乎是不曾了解过，可刚刚听到创世神火除了绝对强大的本源之外，还携带着一道未知的神能，那么这神能究竟是什么？创世神火还携带着一种神能，看来那传闻果然是真的了。这时运势盘龙也走了过来，从刚刚一直观察着不朽神族长的他，也稍稍对不朽神族长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为这不朽神族长不与其他势力那般将所有神奇视为蝼蚁以及敌人。运势盘龙一脸恭敬地对着不朽神族长和身后的不朽神长老们纷纷拱手道：我乃神元宫副宫主运势盘龙，见过不朽神族的族长和几位不朽神长老，他们3位是神元宫的3大主母115瑶苏佑薇，还有他们的孩子周龙周雨涵以及守护手吞吞。盘龙对自己的身份介绍后，也对自己身旁的夭夭等人身份进行了介绍，毕竟眼前的这些可是来自上界的神族神灵大能者，如果借此认识一下，对神元宫来说也是一件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的事情。紧接着115瑶苏佑薇和周龙等6人也是对着不朽神族的这些神灵大能者深深的拱手示意了一下。虽然他们的神元宫在下界之中底蕴很强大，但是相对比起上界的神族来说，无论是底蕴还是背景都是逊色许多的。当然神元宫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神巨擘势力之一，那是因为有那么一位神界大传奇的存在，他就是元尊周元。原来你叫运势盘龙，难怪刚刚第一眼从你身上扫过的时候，发现了一股运势混元魄的波动。那么你其实正确的来说就是造化神器的化身了，只是你现在的混元魄似乎很微弱啊，而且你暴露了你身份，就不怕我收了你吗？运势盘龙则是一笑，然后说道：不朽神族长这话倒是有点内蕴，其实你应该也是知道，造化神器与其他的绝世神器和神器大有不同。在12大造化神器之中，有部分造化神器并不是说谁获得了造化神器就能够获得造化神器的力量，想要获得造化神器的力量，就必须被它本身认可，不然即便是造化主神想要强行获得造化神器中的力量，一旦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造化力量反噬重创，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一旁的众人听闻，个个露出惊疑之色。原来12大造化神器之中，并不是谁都可以运用其中力量，如果想要彻底的获得一些造化神器的力量，竟然是需要被其本身的造化神器所认可的人物都可以施展出其中的造化神器力量。你说的没有错，的确有些造化神器比较特殊，并不是所有的造化主神就能够催动其中的力量。而你虽为造化神器的化身，但你现在并不完整，失去造化神器的力量，这对于你来说同样非常的危险。如果在这个期间你被其他大能者所遇，将你收服炼化，到时候再找回混元魄，届时你就会被之前收服你的大能者彻底的控制，而你的造化神器力量也会被完全夺取施展。然而在运势盘龙听来，不朽神族族长的这一番话中，似是想要收服自己，却也在提醒着自己这种会被其他大能者利用的缺点。哈哈，不愧是不朽神族长，造化神器存在着这种切入口也早就被你知道，多谢提醒。话到最后，运势盘龙也是神色严肃起来，对方其实并没有要收服自己的意思，更是在提醒着自己存在这样的缺点，立马感谢起来。在不朽神族长与运势盘龙进行了片刻的交流之后，话题被运势盘龙带入了刚刚的正题上。刚刚听不朽神族长的话语中的意思，似乎也是为创世神火现世而来，而且最终的目的就是创世本身携带的那一道神能吧。不朽神族长也不置可否的点点头。没错，创世除了本源佑人外，那一道神能更是让我们这些神族的神族长级别的造化主神都垂涎十分，我自然也不例外。然后他将目光转向了萧炎的脸上，一双动人的眼眸动了一下，旋即一道蕴含着神圣清脆的声音传出。至于最后这创世神火究竟会落入谁家，到时候各凭实力和机缘。不过我对创世神火势在必得，我想其他神族的那些造化大能者应该和我的想法一致，所以你可要小心了。不朽神族长的语意与刚刚对运势盘龙时说的一样，虽然是一起争夺创世神火的对手，但仿佛也在提醒着萧炎，来争夺创世神火的还有其他造化主神的大能者一般。但萧炎并不会因为这样有恐惧感，殊不知他体内有一股热血在凝聚在重燃，对于创世神火，他同样有着势在必得之心，因为想要彻底的激活焚神诀的焚神九火的全部力量，创世神火是他必须要得到，即便是付出更大的代价，萧炎也愿意。